大家好，上一期我们聊到如何合并相同格式的档案，这期我们聊聊合并不同格式的档案，并且将档案内容调整为相同格式。由于牵涉到指令，可能较为复杂，请耐心观看。这次我们同样用2个平台的报表作为范例，注意到2个平台表头不同。将2种报表的表头复制出来，可以看到资料栏位顺序不同，必须要整理出哪些栏位的名称是相同意义。在合并的表单里让相同意义的栏位放一起。这个过程可以用一张图出来说明。每一个表头名称进入这个清单之后，依照它应该变成什么名称，再进入到合并的资料表。未来如果有新的表头格式，也可以将它加在对照表里面。这里你会说，万一 A 平台和 B 平台的名称相同，但是意义不同，那也只能使用上一期的方式，汇入单一平台资料之后再合并。将整理好的资料加上标头，把这个范围设定为表格，表格名称设定为 mapping。这样做的原因是避免出现不预期的名称。再将资料进到 Power Query。这里的变更资料格式可以选择要不要删除，自动跑出的步骤，我觉得没意义。在编辑列上按下函式，就会发现编辑列上变成 source。其实这2个 source 的意义是相同的。如果是使用其他语言，它会出现不同的文字，但是不用担心，它只是一个名称。这里要使用 list.zip。将这份表格变成对照表，要注意大小写要一致。如果对照表上不是使用 from to， 就按照你的对照表进行修改。这时候可以看到 mapping 前面的图示变了，这个图案表示这个查询是清单形态。如果点选它，可以看到内容是2笔资料，形成对照表。完成之后点选关闭并载入下方，关闭并载入至。这个对照表并不需要载入到工作表里面，选择只建立连线即可。接着就是要把档案汇入，选择取得资料，从档案，从资料夹，选取档案存放的位置。这里多出2个档案，是 Excel 的暂存档，因为资料夹里的档案没关闭。按下取消，将档案关闭。只要是从资料夹取得资料，就要记得必须关闭档案，否则 Excel 会将它认得的档案都读入。重做取得资料。按下下方的合并，选取合并与转换资料。选取黄色的参数位置，按下确定。就可以看到资料夹里面的档案都被读入。检查一下内容。将不需要的资料表用筛选移除。
检查一下这些嵌套表格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：资料的表头并不是资料档里面的表头，我们需要将档案的表头变成这些嵌套表格的表头，才能进行转换的步骤。由于我们是使用自动化载入，有很多过程是 Power Query 自动完成的，需要去找一个指令 Excel.workbook， 它的一个参数可以让资料在载入的时候就使用表头。点击转换范例档案，就可以在编辑列上看到这个指令，将中间的 null 改为 true。回到 Platform 这个查询，再点选嵌套表格，就会发现里面的表头已经完整读入。接下来就是比较复杂的步骤。点选新增资料行，自定资料行。新资料行名称设定为 rename。自定资料行公式需要输入 table.rename columns。第一个参数选择嵌套表格的栏位。第二个参数输入对照表 mapping， 或者输入你所设定的名称。按下确认后，就会看到 rename 栏里面满满的 error。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，这是因为各平台的栏位不同所导致。那就需要再加入第三个参数，如果没找到栏位就忽略。在编辑列直接输入 missing field.ignore。还是出现红色提示，但显然的，表头已经被修改，栏位顺序虽然有所不同，但栏位的意义都已经调整一致。选取 rename 栏位，按右键，选取向下切入。这时候就会看到画面上只剩下 rename 的资料，到编辑列上输入 table.combine。要注意大小写一致。等它跑完，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料表都已经合并在一起。检查一下有没有遗漏的资料。按下关闭并载入，资料就会全部整合在一起。再将一个档案放入资料夹，这个档案的表头加上中文。全部更新之后，汇入资料的工作表表头出现了中文。往下卷动，就可以看到平台 C 的资料。这是因为平台 C 的表头没有整合在 mapping 对照表里面。将这两个表头文字整合到 mapping 里。未来如果有不同的表头，也需要整合到 mapping。记得要将 mapping 所定义的范围重新设定。注意到右下角的三角形，往下拉，就可以重设范围。重新更新后，就可以看到资料已经整合在一起。虽然比较复杂，但是可以节省更多时间。